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赴美访问，美日安保大规模的升级有哪些方面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可能会给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带来什么影响？石先生，像这次美日安保升级啊，它倒不是第一次升级，说是60年来最大的一次啊，也有点夸张。你看，日本实际上是1960年，它是把原来的旧安保条约改成新安保条约，在这基础之上，1978、1997、2015啊，它进行过升级。你像1978年的调整，那把日本纳入核保护伞，你说这个幅度大不大？非常之大呀。这次实际上是啥呢？在我看来啊，就是强化联合作战。以前呢，美日之间虽然说美日军事同盟我们整天说，但是呢，联合作战这块特别差，主要是日本以前的这个联合作战能力啊是非常之低的。3大自卫队实际上是各自实力很强，都是日本自己说，就是统而不和嘛。其实就是别说现在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联合作战，就是日本自卫队3大自卫队之间，他要联合作战，他都合不起来。目前是的，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现在要成立一个叫统合作战司令部？他就认为以前的统合幕僚长呢是没有什么权利，就是个吉祥物。那现在呢，要实实在在的设立一个能够呢去统一指挥3大自卫队的，但这个难度以日本整个的政治生态的话，应该是比较困难，可能需要很多年。所以这次我们看到美日安保升级啊，是日本促成的，是日本先提出来的，不是美国，因为日本先要把自己这个联合作战能力现在统合起来，然后呢再强调和美国之间的进行联合作战。那还有一个就是指挥权的问题。以现在的情况来看日本可能会主动的把这个指挥权让给美国，因为呢，美国在目前的情况下，他对日本还是有防的一手。指挥权到底咋样？现在来看还是处在一个协调过程中，但是我认为弄不好可能将来就像驻韩美军一样，实际上指挥权实际上要归美国的。就日本实际上某种程度来讲，就是说，比如说大家成立一个共同的，那么你这个日本的3军你是副的，我是正的。你得听我的，而且日本主要还是给美国提供一个什么后勤的资源防卫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是一个目前的趋势。如果从政治层面来看，即将来临的美日首脑会谈呢，正值拜登和岸田各自面临国内挑战之际。拜登呢面临大选，岸田呢则丑闻缠身，支持率持续走低，内政不灵，外交补，美日双方是否都有拿外交成果来换选票的考虑？能如愿吗，蔡先生？内政不灵，外交补，实际上是补不起来的，只能说不失分。你看就是说现在不管是拜登，他跟特朗普嘛，这个竞争主要是摇摆州，因为美国政治已经非常的固定化，你只要摇摆州搞不定，你实际上就很危险。至于像日本，自民党是丑闻产生，其实这个事儿跟岸田直接的关系没有那么大，但没办法，谁叫你当家嘛。现在就各种民调就是说岸田反正支持率低的是不到20%。高的也不过26%，那么在这个日本来讲，基本上它应该属于这种下台水位。那么现在来讲，就是说这个你通过外交部，你无非就是说凸显出，我更有能力、意愿，我保卫日本国家安全，这些话太虚了，太空了，不实在。相对来讲，就是说，那么你内政的事儿，你比如说现在丑闻这个事儿，你怎么弄，对吧？还有就是说，岸田很得意的是说，你看我现在日本股市我已经4万点了，创造历史最高峰，可是老百姓没感觉。我没有实感的话，相对来讲对他的支持率是不会提高。而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知道一个消息是说，就本来日本是准备把美国的一个工厂收购，结果美国不同意。其实日本国内已经有批评了说你外交对美国一边倒，结果呢就这么个事儿，美国也不给你面子，对不对？那你图个啥呀？对不对？觉得就是说，其实你岸田没有外交。外交不是你这么玩的，你无非是对美一边倒。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美期间，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也将到访美国，美日菲领导人将举行3边峰会。那么安排日菲领导人同期访美，拜登打的究竟是什么算盘？张女士，实际上，如果回溯到2023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实际上美国印太战略它的这个布局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么过去实际上是以美国为核心，那么它扩充各种双边小3边、4边这样的合作。但从去年开始，实际上我觉得它有2个次核心。那么除了日本这个原有的核心之外，它加大了对菲律宾的这个投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组合，它会出现美日菲。也有好比说美菲澳或者美菲澳日，就各种菲律宾成为后起之秀。那么实际上它本身跟它在这个南海上的作用是
比较大的。那么这次呢，可能三方会对南海形成一个共同的声音，但是我们看到在此后还有更深层或者更深远的一些影响。表面上看的三方是针对的南海问题，但更深的布局是布局于台海问题。我自己的一个观察认为，实际上是三海联动在显著的加强。那么如果台海问题一旦发生了这种战事，菲律宾国内现在的经济的能力、军事能力是完全不可能支撑起它对美国这个后勤的保障的能力，所以呢，不仅是要加强菲律宾军事能力，那么同时要加强菲律宾国内这种经济啊、能源安全能力的一个构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本身自身有比较强的军事的能力，那么我们看，实际上日本又是菲律宾最大的这个外贸的这个外资的投资国，所以美日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所谓的这种优势互补。那么三方的同盟体系，我觉得表面指的是南海问题，更多的布局实际上也包括了台海局势。三海联动其实就是东海、台海和南海，所以你看日本的话术是怎么说的，就是把中国跟日本之间的这个矛盾变成了一个所谓的中国和这个地区制度的一种冲击，这么一来就降低自己的一个压力。我在南海给你搞点事儿，利用菲律宾作为另外一个代理人，你搞点事儿你弄，那么相对来讲你在南海的这个投入越大，那么相对来讲东海我的压力不就减少了吗？日本对他的这种国家战略啊，他也是感到的很不安。一方面呢，就是他特别担心的就是中国实现完全统一。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南海嘛，他也是想往这儿歇。其实呢，目的都一个啊，为了日本自己以后能够在能源呀、产品方面的这种通道保持一种安全。有日本媒体透露啊，日本和美国将加强与英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安全保障合作，而该合作呢是在AUKUS 框架下来进行讨论的。那么日本在这个框架内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日本未来会真正加入AUKUS 吗？张女士。那么，现在看到呢，就是说，在推进三方的这个既有的合作的这种议程当中，实际上AUKUS一直在谈这个扩容的问题。它不仅说要扩到日本，也现在谈的很多扩到这个新西兰。现在看可能是美国更希望日本在这个技术方面给予更多的一些这种合作领域。我自己认为，完全把这个三边的合作直接扩成四边、五边可能性不大，但可能好比说就某一个议题、某一个领域形成一个我们说 AUKUS 加，这个经常是美国特别爱干的一件事儿。那么根据不同的议题、不同的领域来赋予不同的角色，这个实际上也一直符合美国要不断的以小核心来扩容整个盟办体系，加强盟办体系之间的互动。据了解呢，美方已经对岸田文雄发出了邀请，如果成型的话，这将是岸田连续3年出席北约峰会。日本北约搞得这么热乎，是为什么呢？我们其实看到美国的整个一个同盟体系啊，在欧洲啊和亚洲它是不对称的。在欧洲基本上来讲就是一个北约，但是在亚洲呢，我们看到实际上它是一个一个的双边同盟关系，实际上美国是力不从心的。那么力不从心以后呢，实际上他就一直想说到底就是把那套北约的模式完全复制到这边来。比较没有那么积极的其实是欧洲，因为欧洲觉得就是说，北约如果说我真的像你美国那个玩法，实际上是冷战那套阵营对立。北约现在特别欧洲已经被这个俄乌搞得焦头烂额了，再加上我们欧洲跟中国的关系哪里是这么简单的可以化的？就北约里面的欧洲，特别是法国，还是对这个很排斥的，所以这个还是要值得观察的。那么今年7月，美日韩领导人将举行第2届戴维营峰会。去年的戴维营峰会啊，就是美日韩3国首次在国际多边框架之外举行3方峰会。想请教一下蔡先生，今年再次召开3方戴维营峰会，是否意味着美日韩3方联盟已经形成了？美国可以和日本是同盟关系，跟韩国也是同盟关系，可是日韩之间不是同盟关系。就算是尹锡悦上台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日韩关系迅速的走近。可是实话来讲，就是说日韩到目前为止，他连那个准同盟的协议都没签，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如果这个东西没办法形成，那就美国在那边一头热。如果特朗普上来以后，某种程度来讲是一切全部推倒重来。3月26号，日本再次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允许向第3国出口新一代战斗机。请教一下石先生，如何看待日本战斗机的研发能力？那么日本再加上英国、意大利，能整出下一代战机吗？首先说，日本战斗机的研制能力很差。日本从战后到现在为止它没有独立研制过一款真正的战斗机。日本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技术上面它在单项上很强，非常出色。你比如说像单晶叶片涡轮叶片，到目前为止它可以把单晶叶片的
那高温的温度啊，可以达到1800摄氏度，也就是涡轮强温度。这个美国呢现在都达不到，但是你要一论整体啊就不行了。那现在呢，你看为什么他要去参加英国主导的这个6代机的研制？因为呢，英国在整体研制方面啊很强。哎，英国没钱，有技术的没钱。哎，这样一来的话，日本呢就是刚好能跟它进行互补。英国跟美国呢也有不同，就是英国可以把很多的技术啊进行转让的，美国呢不会给他。所以呢，这就使得日本对参与这个很热心。但是呢，这仨啊在一起要想研制成功一个6代机啊，难度还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呢各家诉求不一样。英国不要求飞得太快，啊，甚至呢它要求经济性。因为英国现在说实话真没钱，然后这个6代机太贵的话，这是装备不了多少。那你如果速度飞得太快，那你这价格一下上去了。但日本要，日本所谓的在进行紧急起飞拦截的时候，它对战斗机的起降速度要求非常之高的啊，这个英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答应。你想吧，刚开始谈这就已经问题一大堆了，今后的怎么谈？那么有分析指出呢，解除战机出口禁令的影响远比此前日本允许向美国返销爱国者导弹更大。在武器出口方面不断自我解绑，日本最终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曾经参加过这个，就是像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这些防务展，当时呢也到日本的展台上去看了。日本这几届啊他都是有参加的，但是日本很清楚，它的大量武器卖不出去的，因为呢，它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啊？美国。对，美国是不允许它的大量出口的。所以呢，我们看到日本在出口的时候，它展品都是啥？都是一些辅助性的武器。你比如它甚至可以说，就是执法船，很多的一些舰船模型它摆到那儿，但是呢都是巡逻舰。即便是这些啊，也没人去跟他们真正的去谈。为啥呢？还是日本啊，在世界上它早就失去先机了。这个施老师提到，比如说巡逻艇这些玩意儿，日本有一个花招很高明，以 ODA 为一个借口援助，它这个援助呢，就是说是三位一体的，援助、出口还有投资。那么相对来讲，就是说你这个慢慢弄啊，以后呢，就是说相关的一些周边的或者一些防护的或者一些这个维修的东西啊，你逐渐会弄我的东西。对吧？一开始我是还要说送给你的，逐渐呢对我有一定依赖。但是实话来说，这都是小钱，啊，要想借这个东西提升军工产品，我认为它的主观意愿和它的客观能力之间存在一个非常大的落差，而且这个落差未来会越来越大。前不久呢，日本防卫省在冲绳首次成立了新的反舰导弹联队，甚至考虑在此部署具有攻击敌方基地能力的远程导弹。石先生怎么看此举的战术意义？你要攻击别人的话，当然也会招来别人的攻击，这难道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吗？其实啊，这个导弹啊，在我看来啊，这玩意儿是真的是很一般，性能是属于世界上一个中等的水平。一旦到战时怎么办？啊，你可以去封锁别人，别人也可以把你打掉啊。它要加强的是，侦察监视能力。岸舰导弹你要作战的话，你得有雷达嘛，你得发现对方才行。所以呢，陆上自卫队的侦察监视的系统啊，不断的向这些岛上去进行部署，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你看看这些岛距哪儿最近？距台海最近嘛？这些目的很明显，就是为日本呢将来能够呢去干涉台海先做好个准备。至于能不能以后真的去干涉，那是另说。再有呢，这几个岛距离钓鱼岛也比较近，还有呢，日本现在是有纵深的这种部署。你看，它前边有这几个小岛，那么更深远的后边呢就是琉球群岛了。冲绳的那霸基地，现在呢是日本将来的一个西南方向所谓的大本营了。再有呢就是像奄美大岛，这些也是日本现在特别喜欢的了。那个是封锁什么？能够呢封锁大隅海峡。那像宫古岛、与那国岛啊，像琉球本岛加上以后，这个是封锁宫古海峡。日本在它的西南方向不断地增强侦察、攻击、机动和防护能力，它会对地区局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张女士，我自己的观察认为，实际上看日本的这些军事行动要和这个美国放在一起来看。那实际上，如果我们再看到美国在这个地区，它包括一笔画威慑到太平洋威慑，实际上真的是美日想打仗吗？可能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它本身有这种战略上的一些相互的配合。另一方面来说呢，就是说我自己认为，可能日本在不断的实现一种正常国家这种步伐，就包括上这个日本和菲律宾的合作，就是从去年年底，它实际上在这种雷达包括巡逻艇方面给了这个菲律宾很多的援助，包括临时
这个自卫队要驻扎在菲律宾，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状态下，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可能是在撕裂本地区过去，好比说，基本上是一个在安全上这种竞合共存，那么聚焦于地区经济发展那种整体的态势。我觉得可能这种日本力量的这种军事力量的不断的上涨，可能还是会增加更多的这种地区一种新冷战的态势，或者一种阵营对抗的态势。我觉得这种危险性可能会更大。目前来看呢，以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来制约日本啊，已经不太现实了。世界在变，美国在变，日本也在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去争取的是什么？蔡先生，就是现在因为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我们外交的一个主要的就是中美关系。那么日本的话，不管它是怎么个策略，因为日美同盟总是它外交的一个前提。那么，所以相对来讲，就是说，中美保持一定的稳定，这是一个最优先的，这是第一点。具体到跟日本之间的一些矛盾呢，那我认为呢，就是说8个字，我们就是要划定红线，守住底线。如果我们看东南亚国家来说，这个历史记忆和中国也和东北亚国家，包括中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整个这种外交舆情宣传上要有侧重点和有所区别。我觉得现在加强中美的对话仍然是重中之重。我觉得中日上加强双边一些对话，我觉得仍然也是非常重要的。